1995年，台湾嘉义水上乡巷子底那家照相馆已经关了20多年了。铁卷门上爬满了锈迹和枯萎的爬山虎，招牌早就掉了一半，剩下真善美照相馆6个字里照字的日字旁不知被谁抠掉了，看起来像一个张着嘴的窟窿。1995年7月，我还在念小学5年级。那年夏天热得出奇，我们那条巷子里的孩子们哪里都去不了，只能在巷子里玩拍纸牌和弹珠。有一天下午，阿凯，巷子里最野的小孩，比我大1岁，突然指着巷底的铁卷门说：“敢不敢进去看看？听说里面的照片还在，我们没人敢去。”阿凯自己也不敢，但小孩的面子比天大，他硬着头皮走到铁卷门前，用手推了一下，铁卷门吱嘎一声，居然往上升了一截。锈死的弹簧被震开了，露出门缝下面大约20公分的空隙。阿凯趴下去往里看，巷子里很安静，我们所有人都在等他说话。大概10几秒后，阿凯突然从地上弹起来，脸白得像纸一样。他转身就跑，跑得太急，绊了一跤，膝盖磕在柏油路面上，血都磕出来了。但他爬起来继续跑，一直跑回了家。第2天他发烧了，他妈妈说是中暑，但我知道不是。后来阿凯转学了，他走之前的那个傍晚，我在巷口碰到他，他的眼睛下面出现了很重很重的黑眼圈。那天你看到了什么？我问他，他看着我，嘴唇哆嗦了半天，最后只说了一句话：里面有一个柜台，柜台上放着一张照片，照片里的人。他没说完就走了。从此以后我没有再见过他。19年后，2014年，我已经31岁了，在台北做记者，跑社会新闻。那年5月底，我妈打电话来说嘉义老家那边出了点事，阿凯的妈妈没了。我妈说：“你记不记得张凯？就是小时候住在巷子尾巴的那个，后来全家搬走了。”我说记得。他妈是在家里走的，凌晨3点，吓死的。法医说他死前看到了非常恐怖的东西，心脏骤停。他家客厅的桌上放着一张照片，就是你小时候那家真善美照相馆拍的证件照。我握着电话的手有一瞬间的发麻，那家照相馆，阿凯，还有他那天趴在铁卷门下面，看到之后往外跑的那张脸，所有被压缩在岁月深处的早就结痂的记忆，在这一刻全部裂开了。我跟报社请了几天假，当天就坐高铁回了嘉义。水上乡和我小时候已经不一样了，很多老房子拆了，巷子拓宽了，便利商店和超市取代了杂货店，但那条巷子还在。巷子底的真善美照相馆还在。铁卷门比19年前锈得更厉害了，几乎和墙壁融为一体。我站在巷口抽了一根烟，然后走过去，用力拉了拉铁卷门的把手。出乎意料，锁已经锈断了。铁卷门发出一声漫长的惨叫，向上卷了起来。一股干燥的混合着灰尘和胶片电影液的气味从黑暗里涌出来。我打开手机的手电筒走了进去，柜台还在那里，就是阿凯当年看到的那个柜台，木头做的，漆面已经全部起泡开裂，玻璃台面碎了一角。柜台上落满了灰，但在灰尘的覆盖下确实有什么东西露出来一角。我用袖子擦开灰尘，那是一个相框，里面夹着一张照片。照片上是一个女人，30来岁的样子，穿白色衬衫，黑色长裤，背景是真善美照相馆那个标志性的灰色幕布。这是一张证件照的标准构图，但她的表情完全不对。她在笑，很灿烂的笑，眼角的鱼尾纹都笑出来了，眼睛弯弯的，牙齿露出来，像一个正在拍全家福的人，而不是拍证件照的人。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，然后我注意到一件事，这张照片是黑白的。那个年代的证件照都是黑白的，这本身不奇怪，奇怪的是这张照片看起来太新了，相纸是光面的，没有发黄，没有潮斑，像昨天才洗出来的。我把相框拿起来，翻到背面，背面的白卡纸上用圆珠笔写着几行字：真善美照相馆，证件照，黑白，日期空白，编号空白。但有一行字写在底部的备注栏里，字迹歪歪扭扭，像是用很轻的力道写的，他还会再找你的。当天晚上我住在老家，那晚下了一场雷阵雨，雨很大，打在铁皮屋顶上，像是有人在上面敲鼓。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脑子里全是那张照片。
凌晨1点多，我终于有点困意的时候，手机响了，一个没有来电显示的号码，我接起来，电话那头没有人说话，只有一种声音，沙沙声，像老式胶片放映机空转的声音。我喂了几声，没人回应。正要挂断的时候，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，很轻很慢，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。你看见我了。我后脊梁一阵发凉，用力按掉了通话，躺在床上，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，外面雨渐渐的小了。过了大概10分钟，我拿起手机，翻到了当年报社摄影组一个老同事的电话。他叫老谢，在报社干了20多年的暗房和冲印，什么相纸都见过。老谢，不好意思这么晚打给你，我问你个事，黑白照片过了20年，相纸会是什么状态？老谢声音含糊，显然被我从床上吵醒了，但听到是专业问题，他一下就清醒了。要看保存条件，如果放在暗处、干燥、恒温，20年的黑白照片可以保存得很好。但如果像你说的，在废弃的照相馆柜台里放了20年，没有空调，南部的夏天又闷又潮，那照片一定会有明显的泛黄、霉斑，银盐颗粒会老化，相纸会变脆。如果完全没有泛黄呢？老谢沉默了一下。那不可能，除非那张照片是最近拍的。我挂了电话，翻了个身，看着窗外雨夜中的老房子轮廓。那张照片是最近拍的，那照相馆都关了20年了，谁拍的？拍谁？第二天一早，我去了嘉义市立图书馆查旧报纸的微缩胶卷。真善美照相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。老板姓林，名字叫林正雄，本地人，1993年去世。他死后，照相馆就关门了，没有后人接手。我查了一下午的旧报纸，关于这家照相馆只有一条新闻。1988年3月15日，中华日报嘉义地方版3版右下角，豆腐块大小的新闻：水上乡照相馆已遭入侵，女店员受惊送医。昨14日凌晨，位于水上乡忠孝路巷内的真善美照相馆传出异常声响，附近住户报警，警方到场后发现店面铁门微开，柜台后一女子倒卧在地，惊恐失语。经查，该女子为照相馆店员李某兰，33岁。送医后无法陈述事发经过，仅反复低难照片，还给我等语。警方初步排除侵入迹象，屋内无财物损失，案件暂以精神异常结案。我把这段文字拍了照片，李某兰这个名字被打码处理了，但和那张照片上的女人对得上年纪，33岁，证件照上看起来就是这个年龄。我去了一趟嘉义地方法院的旧档案室，多亏了当年没有得到妥善保护的陈旧档案，我从一堆泛黄的卷宗里翻到了当年那件事更完整的记录。1988年3月14日凌晨，真善美照相馆的女店员李某被发现倒在柜台后面。她反复说同一句话，那张照片不是我的。警方问她照片是谁的，她说不上来。她说那天傍晚打烊的时候，她准备冲洗最后一卷底片。那卷底片是一个密封的黑色胶卷盒，没有标签，不知道是谁寄放在店里的。她把它当成普通胶卷一起冲洗了。冲洗出来以后，她发现那卷底片只拍了一张照片，就是那张女人的证件照。她说她不认识照片里的人，但是她说她拿着那张照片到日光灯下仔细看的时候，发现照片里的人和她长得一模一样，她吓得把照片扔在了地上，然后她感觉到有人在她背后。从那天开始，李某的精神状态就再也没有恢复过。我在嘉义多待了3天，阿凯妈妈的遗物一直放在她表姐家里。我去了一趟，她表姐把门打开的时候，我注意到客厅的茶几上放着一个牛皮纸信封，这是从阿姨的遗物里找到的。她表姐说上面写着你的名字。我的名字，我接过信封的时候手是冰凉的，里面是2张黑白照片。第一张我一眼就认出来了，那是阿凯小学6年级的毕业照，他在照片里笑着，露出缺了一颗的门牙。照片是标准的1寸证件照，灰色背景，领口有些歪，一看就是在小照相馆拍的。照片背面没写字，但那种相纸的质感、色调和颗粒度我认得，是真善美照相馆。水上乡在1990年代中期几乎只有那一家照相馆还能冲洗黑白照片。第二张照片拿出来的时候，我的手指没有捏住，它滑落在了地上，那是一张黑白证件照。
灰色背景，端正构图，肩膀的线条刚好卡在画框的1/3处，标准的证件照构图。但照片上的那张脸是我的，不是2014年的我，是1995年的我，12岁，理着短短的西瓜皮头，穿着小学校服的白衬衫。我记得那次拍照是6年级上学期，学校要求交一张照片办学生证，我妈带我去真善美照相馆拍的。但我在照片里的表情不对，我记得我那天在镜头前面是笑着的，我妈特罪跟照相馆的林老板说，让孩子笑一下，活泼一点，但照片里的我没有笑。照片里的人面无表情地看着镜头，瞳孔异常的亮，像是被闪光灯直直打在脸上的那种反光。而背景的灰色幕布上有一行模糊的字迹，隐约能辨认出来，是几个数字，像是倒数的日期。我盯着那行数字看了很久，然后把它翻到背面，背面什么也没有，没有日期，没有编号，没有真善美照相馆的印章。那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被冲洗出来的？我又仔细看了看那张照片上自己的脸，不对，有一点不对，我的眼睛是双眼皮，但照片里的人看起来是单眼皮。我的左边眉毛里有一颗小痣，很淡，但照片里的人那颗痣不在了。或者说，照片里的人的脸型比例比我记忆中的自己要长一点点。照片里的人不完全是我，像是有人拿我的脸做了模板，然后在上面改了一些细节。又或者，准确地说，像是有人在我不知道的时候，顶替我在真善美照相馆拍了一张证件照，然后把照片里的自己洗成了我的样子。我坐在他表姐家的沙发上，感觉整个世界的温度都降了几度。我回了一趟法院档案室，查到了阿凯妈妈当年的证物清单，现场提取牛皮纸信封1支，内含照片2张，已封存。但2张这个数字旁边有一个手写的修改备注，备注写的是第3张照片于次日在死者随身小挎包隔层内发现，已并入证物包。第3张那张照片是彩色的，彩色照片上是阿凯妈妈的脸，她穿着紫色的碎花衬衫，站在一个白色的背景墙前面，笑得很自然。照片的边缘有一排小小的日期章，压印在光面相纸的右下角。1995年7月14日。1995年7月14日，我脑子嗡了一下。1995年7月，阿凯趴在那扇铁卷门下面往里看的那一天，就是7月14日。也就是说，阿凯妈妈现在手里的这张彩色照片拍摄日期是1995年7月14日，也就是阿凯趴下去看照相馆的那一天。他在那一天拍了这张照片，然后20年后，他看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东西，心脏骤停。我把复印件举到灯光下面仔细看，照片上的阿凯妈妈穿着一件紫色碎花衬衫，站在白色背景墙前，白色背景墙的左上角有一点微弱的阴影，那阴影看起来像是一个人的半张脸从画面的左上角探出来，非常模糊，像是曝光的时候不小心带到的一个剪影。但因为复印件的清晰度太差，我完全看不清那张脸长什么样。当天晚上我回到老家，给老谢打了一个电话，问他黑白相纸的老化原理和假日期章的问题。他听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阿红，我不问你到底在查什么了，但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你说你手上那张黑白照片没有泛黄，只有2种可能，一种是最近拍的，另一种是那张照片根本不是在阳间冲洗的。什么意思？我在暗房干了20多年，听老一辈的师傅说过一个讲法，旧社会的照相馆有时候会接到一些特别的活儿，拍刚过世的人，也就是遗照。那种照片洗出来，因为光线不对，底片感光方式不同，香纸放再久都不会发黄。民国时期，有些小照相馆专门接这种活儿，拍出来的遗照放50年都不变色，老辈人说那叫吃过死气。你是说我手里那张女人的黑白照片是遗照？我没看到照片，不好说。但我听你说那张照片放20年一点不泛黄，那就只有2个可能，要么是最近拍的，要么就是吃过死气，你自己判断。2014年5月31日凌晨2点17分，我被手机震动惊醒，老谢发来一条短信，只有10个字，不要查了，那张照片上的人我认得。我拨过去，响了一声就被挂断，再拨，关机。当天晚上我睡不着，
我换了衣服出门，凌晨3点的水上乡很安静，我不知不觉又走到了那条巷子，铁卷门半开着，我记得我走的时候明明把它拉下来了。冷风从门缝里灌出来，我弯腰往里看了一眼。黑暗里，柜台还在，但柜台上有什么东西在发光。我打开手机的电筒照进去，柜台上什么都没有了，空空荡荡。但当我直起身子准备走的时候，我的余光瞥到了一个东西。在柜台下面的地面上有一个信封，白色的信封，正面朝上，上面用蓝黑色的钢笔写着4个字：第4章了。我蹲下身子去拿信封的时候，手碰到了一个冰凉的东西，是一只女士手表。金属表带，白色表盘，表盘上的玻璃盖碎了，从中心向外呈放射状龟裂，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砸过。表盘上的指针停在了一个时间，3点14分。2014年6月3日，我离开了嘉义，回到了台北。走的前一天晚上，我去了一趟照相馆。最后一次，铁卷门半开着，和昨天一样，但我没有走进去。我在巷口站着，把信封放在地上，里面装着那张女人的黑白照片和那封写着第4章了的信。然后我转身走了。上了高铁以后，我发了一条信息给老谢，照片扔掉了，老谢只回了1个字：好。这件事我以为到此为止了。直到3天后的夜里，我在台北租屋处的信箱里发现了一个牛皮纸信封，没有寄件人，没有邮票，没有邮戳，信封里只有一张彩色照片，照片上是我穿着我现在常穿的灰色 T 恤，站在我租的房子门口，手里拿着钥匙，但照片上的我和真善美照相馆柜台上那张照片里的女人一样，在笑，灿烂地不设防的，像在拍全家福一样的笑着。照片背面一行字，是我熟悉的那支蓝黑色钢笔写下的，第5章，下面还有一行小字，字迹很浅，你看，我说的没错吧？他还会再找你的。那张执照虽然没办下来，但林正雄在1992年给一个人拍过最后一张照，那个人走遍了全台湾，把第1个人、第2个人、第3个人的照片放进了柜台。他说过，等凑满第7章，真善美照相馆就永远不会关门了，你是第5章。我拿着那张照片站在原地，楼道里的声控灯突然灭了，等它再亮起来的时候，我低头看了看照片，照片上我的脸变了，笑容还在，但眼睛的位置从直视前方变成了微微向右偏，就像一个人正在看着身边的某样东西，而我身边什么都没有。